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不是王巨龙啊，王炯。这一期视频呢，跟大家带来的测评视频是 iPhone 8 Plus。我们这台 iPhone 8 Plus 呢，也算是国内第一时间到手的吧。由于之前呢做的准备是比较充足，再加上这次的 iPhone 8与8 Plus 呢，其实照上次的改变呢并不太大，所以说赶在节前把这期视频跟大家更新了。也在这儿首先预祝大家国庆节和这个中秋节快乐啊！祝你11外出看人顺利。OK， 由于这次大家的主角呢，其实系列都在 X 方面，从它的发售啊，还有就是后期乃至于苹果的股价上啊，都能看得出来。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聊一聊 iPhone 8 Plus 适合什么样的人购买，还有就是它最主要的两个点 ，A11的处理器和相机方面。OK， 不客观正题，小白测评 iPhone 8 Plus 全面测评马上开始。新的 iPhone 在使用之后，尤其是加上了与之前7P 一样的壳子之后啊，真的是没有毛区别。这个就不免让我又开始纠结这个命名的老问题啊。如果说新的 iPhone 10是为了纪念 iPhone 发布10周年的特别命名，那例行更新的 iPhone 8为什么不按照历史排序叫 iPhone 7S 呢？是不是更合适一些？根据一些外媒的采访回答呢，苹果认为它代表了新一代的 iPhone， 而不是一次小幅度的更新。所以直接用了8这个名字。好吧，这个回答很苹果。新的 iPhone 8在外观方面呢，基本没啥可说的啊，因为实在是太像了。唯一能直接让你感受到的，就是由之前的金属一体机身变成了玻璃的三明治结构，算是致敬了一下一代经典 iPhone 4。但我感觉更多的应该是为了无线充电让步啊。实际摸起来的感觉呢，这个后背的玻璃质感还没有上一代的亮黑手感好，我个人觉得。8P 的重量呢，也由之前的188克提升到了202克。三维的长宽高呢，虽然说都多了0.2毫米，但是原来的壳子和膜什么的都可以通用啊，没有什么实际体验上的大改变。配件厂商呢又少了一次开模费。不过根据外媒 iFix 的拆解，这块后背的玻璃呢是比较脆皮的，在正常的拆解过程中呢，都很容易把这个玻璃板弄碎，手残党还是要小心一点啊。这个后背玻璃换一块，不购买苹果官方的 Apple Car Plus 这个服务呢，官方价格高达2888块钱起啊，购买一个国内的旗舰了。即便是购买了它这个服务呢，加在一起呢也有1500多块钱。性能方面，这次也是大家非常想看的啊 A11的处理器。每年的新 iPhone 呢都会搭载最新的 A 系列的处理器，8 Plus 上的这次最新的 A11有6个核心，2个大核4个小核，10纳米制程工艺。最高频率 2.74G 赫兹，这次连 GPU 呢也是自己研发的，有3个核心。看来苹果是要把核心技术全部都囊括在自己手中啊。但是运行内存呢还是3个 G， 因为苹果对于后台应用的优化呢一向很好，在内存这块呢也并没有和安卓进行军备竞赛啊。安卓这边可是已经达到了8G 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A11的理论性能，常规的跑分3项 CPU 的 Geekbench 4，这个综合跑分Antutu，还有就是 GPU 方面的 3D Mark。最后测试结果 Geekbench 4呢单核4200多，多核更是突破了1万。作为对比，835的单核在2000多，多核呢只有6000左右。A11的Antutu综合跑分更是超过了20万。目前调教最激进的835呢也只有18万左右。这2项 A11确实要超835不少。3D Mark GPU 方面的得分呢要比835少一些，只有2500多。理论性能的 A11呢是绝对的一骑绝尘了。在搭载845和麒麟970的手机出现之前 ，A11肯定还是最强的，而且目前来看还要领先很长一段时间。OK， 下面看一下实际应用中的表现。20款应用的打开，全程非常流畅，没有出现一丝的卡顿，最后耗时2分50秒。
这个成绩肯定属于是第一梯队了。把系统动画关掉之后，又测试一次，2分26秒。就在我们测试的过程中 ，iOS 推送了最新版的11.0.1的系统，在新的系统下又测试一遍，最后是2分30秒，比第一次还快了20秒。杀后台的情况对于 iOS 来说压根就不存在，咱们其实也不用去纠结什么真后台还是假后台啊，总之你使用起来非常流畅就对了，对吧？安卓阵营最快的1+5耗时2分51秒，其实也是挺快的了。刷微博呢也是非常流畅，几乎感觉不到什么卡顿感，但是在淘宝首页的时候，还是和安卓旗舰一样啊，都出现了一些卡顿。这个搜索商品页面滑动的时候呢，也出现比较明显的卡顿。这其实也说明啊，即使手机你再牛逼，这个性能再强悍，如果软件优化不到位，也是白瞎。这个锅肯定要甩给淘宝了。游戏方面，截至我们录制完素材的时候 ，iPhone 8 Plus 还没有适配王者荣耀的高帧率模式。不过这也是时间问题啊，估计大家看到视频的时候已经适配了。现在最高帧率呢肯定是只有30，无论是什么场景啊，基本上都可以满帧。这种游戏对于 A11 来说还不是高帧率，那真的是太 so easy 了。但是在游戏过程中呢，竟然有一瞬间达到了54帧，可能正是在适配的调试过程中啊，这个还没有适配高帧率模式，这要是适配了，那估计得有多少帧？大型游戏《崩坏3》打开最高画质进入游戏，全程非常流畅，并且最重要的是发热控制也非常高。这个在安卓旗舰上呢也是非常流畅，但是热度呢都比较高。最高温度呢 iPhone 8 Plus 出现了背面41.5摄氏度，这应该是在《崩坏3》环节最低的一个温度了。A11 的处理器呢，对于目前市面上的游戏都能轻松驾驭。其实它主要面向呢是现实的增强，也就是 AR 类的应用和游戏啊。但是目前为止，手机 AR 呢也只是刚刚的起步，即便是苹果这边啊，也还都是比较简单。这个发布会上演示的一些非常酷炫的大型游戏呢，我们暂时还体验不到，更别说什么实质性的提升，比如说生产力工具这方面的体验，这个还比较远啊。不过苹果是先把坑给占上了。相机方面，在之前的快速体验中呢，就跟大家说了，锐度是提升不少。我个人呢也是比较期待双摄的1200万像素，在像素上呢并没有提升，但是换了更大面积的传感器，依旧是广角加长焦的方案，并且只有广角支持光学防抖，也就是单光学防抖。我们这次挑选了几款旗舰机型进行对比，分别是三星的 S8 Plus， 也是目前的拍照第一，还有国产相机非常不错的华为 P10 Plus 和1+5，以及上一代的 iPhone 7 Plus。这几款机型除了1+5呢，都是支持光学防抖的，可谓是强强对决啊。首先要说明一下，在这次的拍照过程中呢 ，P10 Plus 的自动对焦不准的问题依旧没有修复啊，就是这个自动对焦上呢没有完全合焦。这个在之前的拍照大对决中呢跟大家聊过，所以在下面的这些当中呢 ，P10 Plus 呢是手动点了一下对焦啊，其他几款手机呢没有这种问题，自动对焦和手动对焦一样清晰。首先来看一下 iPhone 8 Plus 白天的表现，这一组阴天的场景，8P 的整体调教呢与上一代几乎相同，曝光呢是比较充足。S8 Plus 的色调有些偏暖，1+5呢也有一点。P10 Plus 整体呢稍显平淡，右上角的栏杆呢只有1+5出现了紫边和色散。另外4款的光学素质都非常好，当然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强强对决嘛。毕竟1+5的价格也便宜了近1倍。远处的大厦 8P 明显要比7P 更加清晰。这个 S8 Plus 和 P10 Plus 呢都出现了一些模糊。1+5得益于1600万的高像素，解析力仅次于 8P。这一组室内的地砖非常考验相机的色彩还原。这5款相机白平衡呢出奇的一致，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有 P10 Plus 稍稍有一点点欠爆。S8 Plus 呢微微有点偏粉的感觉。放大来看 ，S8 Plus 偏粉更加明显了。1+5呢有一点点偏绿，7P 呢画面出现了涂抹。8P 和 P10 Plus 呢这一组要稍微比其他3款更清晰。这一组室内黑板，大家的色彩还原都比较准确，但是 S8 Plus 把黄色灯光还原有点过度了。放大一看，1+5、S8 Plus、7 Plus 这3者呢都出现了明显的噪点，8 Plus 的明显要好很多。最好的是 P10 Plus 几乎没什么噪点，主要得益于自身的黑白算法，这个降噪确实很厉害。但是清晰度上呢出现了一些模糊。到了光线比较暗的室内，这一组5者的地面呢出现了差别，不容易啊，终于出现了不一样了。这个 P10 Plus 和1+5呢比较接近
S8 Plus 依旧是有点偏粉，这个 iPhone 家族呢依旧是偏暖风，但是8 Plus 呢要更暖一些。娃娃机玻璃上的标签1+5是最清晰的，但是明显有锐化的痕迹。P10 Plus 呢这个时候有点不给力了啊，最为模糊。S8 Plus 有一些模糊。iPhone 兄弟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8 Plus 呢这一次没能保持持续优势。白天的对比上呢 ，iPhone 8 Plus 稍占优势，但是拉不开明显的差距。来看一下夜景方面。这一组路灯下的场景，舞者的地面有些不同，这时候说水准呢都有些不公平，路灯的眩光控制都比较好，只有1+5和 S8 Plus 出现了连形状都一样的轻微眩光。看一下各家的实力，夜视以 S8 Plus 发挥出了绝对优势，无论是车牌还是后面的栏杆都是最清晰的。8P 的表现呢稍微有些失望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噪点，这和 7P 上面还是一样啊，夜景噪点比较多，甚至还不如 7P。这个与 P10 Plus 差不多，而1+5呢明显掉队了。这一组光线条件良好的夜景，8P 明显呢又有一些偏暖，其他4者呢也都出现了一些偏色。来看一下夜空的纯净度 ，P10 Plus 力压群雄，虽然说 iOS 达到了1000，但是几乎看不到什么噪点，黑白算法还是有天然优势的。天空非常纯净，同样是光学防抖，8 Plus 和7 Plus 快门都降到了变态级别的1/4秒，要是普通机型早就模糊了。尽管 ISO 非常低了，但是天空还是出现了一些噪点。转到对面的广告牌，8 Plus 没能保持住优势，虽然 ISO 只有400，但是画面呢出现了一些涂抹。8 Plus ISO 虽然比 7P 要更高，但是依旧比 7P 更清晰一些，说明调教要更成熟更好一些。P10 Plus 的解析力呢表现不错。这一组大光比的夜景 ，iPhone 两兄弟的色温呢都出现了诡异的偏移情况，有点偏冷过度了。S8 Plus 和1+5呢还原比较准确。P10 居中，在测光上 ，iPhone 兄弟以全局测光为准，室内的灯光呢有些过曝，其他3者呢是以室内测光为准，所以说曝光相对正常一些。总的来说 ，P10 Plus 在拍照实力上要比上一代呢有一些提升，但是其实变化并不太大，夜景的噪点问题呢还是有的，属于常规的升级。毕竟传感器的规格变化并不大嘛，安卓阵营虎视眈眈，近2年的算法迅速提升，也有了赶超 iPhone 之势。iPhone 8 Plus 白天优势呢相对明显一些，但是到了晚上 S8 Plus 和 P10P 呢就不能保持优势了。8 Plus 依旧是目前拍照最好的手机，但是后面要加上之一了。录像方面，8 Plus 支持最高的 4K 60帧和 1080P 的240帧慢动作，这个其实已经非常强悍了。目前主流的单反和微单呢都不能拍出这么高帧率的视频，这个时候肯定要说索法的960帧啊，但是销量上确实与 iPhone 不能比啊。iPhone 8 Plus 这次还新增了一个拍照功能，就是人像的光效模式，这个就是人脸识别在技术上的一个延伸，在快速测评中呢已经跟大家说了。在人像模式的基础上呢，这5种光效呢可玩性还是挺高的，但是以咱们国人的审美来说，这最初效果的后2种啊，多少呢都有点送别模式的感觉，不过艺术性呢还是挺高的啊。OK， 又是一期测评视频，老规矩，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 iPhone 8这个关键字，这一期视频的所有详细数据，小白在微信公众号都已经给你做好了，可以供你免费随时随地的查看。公众号回复 iPhone 8就可以了。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每晚开车，咱们不见不散。这一代的 iPhone 的屏幕参数与上一代是一样的，都是5.5寸 1080P 的 LCD 屏幕，但是新增了原彩显示技术，就是屏幕的色温能够根据当前的环境自动调节啊，但是没能上到 iPad 上的120赫兹刷新率的屏幕，实在是有些遗憾。屏幕素质方面非常优秀，支持 P3 的色域。很多人说屏幕有些偏暖，确实，苹果设备呢只要是支持 P3 色域的，都会有些偏暖啊，不管是手机啊，连电脑都是。所以这个也并不是什么质量问题啊，大家不要操心。充电和续航方面 ，iPhone 8 Plus 上电池呢，照上一代的2910毫安时还降到了2675毫安时，是在开倒车。在 iOS 11的时候，耗电呢是比较快的，更新到了0.1之后呢，续航稍微变强了一些，用了1天之后，晚上还能剩个20%左右的电量。充电方面一直是 iPhone 最头疼的地方，不出意外的 iPhone 8 Plus 的随包赠送还是一个5伏1安的祖传充电头，最大功率这无啊。现在随便一个国产品牌的1000元机都要比这个充电快。实测用这个充电头呢，充满电足足需要3个多小时。
这个充电时间，安卓机都2轮了啊！不幸中的万幸就是 iPhone 8终于支持了快充，苹果终于是良心发现了啊，说半个小时呢可以充进50%的电量。但是首先有一个搭载 PD 协议的充电器，来看看苹果官方呢，充电器选个最便宜的29瓦的，售价388，充电线也要买一根 Type C 转 Lightning 的吧，最便宜的188，加在一起就是576人民币啊！但是只有 PD 协议的充电器才能给 iPhone 8充电啊！如果要是安卓的 QC 标准呢，就别想了。我们使用苹果自家最高的87瓦的电脑的充电器给 iPhone 8充电啊，实测最快呢半小时只充入了34%，1个小时呢充电65%，充满呢无论如何还是需要2个多小时啊，并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高。但是还是要说明一下，我们这个线呢不是原厂的，如果要是原厂线的速度肯定还有提升，这个速度呢几乎是目前安卓阵营旗舰机垫底的速度了啊。另外 iPhone 8 Plus 也是头一次支持无线充电，这个后背的玻璃背板肯定是有其用途的。但是一汽发布的这个 AirPower 的充电大盘子，明年才能开卖，这个估计肯定也是1000多起步了。好在目前市场上呢，这个无线充电器呢都可以通用，你可以随便买一个，比如说三星的这个就挺好用的啊，并且充电速度呢肯定要比这个祖传的5伏1安还要快一些。即便是支持无线充电，但这次8和 8P 呢支持的仅为7.5瓦5伏1.5安的气最低无线充电标准。用三星原厂的最高15瓦的无线快充底座测试了一下，给 8P 充电大概在6瓦左右，这还是峰值啊！这个跟祖传的5伏1安充电头都差不多了，充满呢也需要近3个小时。无线充电目前为止多为补充的第2个充电方式。三星也是一样，这个无线充电板放在办公桌或者是宿舍的桌子上还行。其他的几个小点 ，iPhone 8 Plus 并没有像 iPhone 10一样激进的取消前置的指纹识别。我们就目前几款主流的指纹识别呢来对比一下速度。首先来看一下正常下标的速度啊，5款手机都是比较快的，瞬间解锁完成。慢放看一下，1+5呢最先解锁完成，然后是小米6 P10P。iPhone 兄弟呢几乎是同时的，能看出8 Plus 上的解锁动画呢还是要比上一代要快一些，但都是先到了锁屏的界面，然后再进入桌面，比安卓呢要稍微慢一些。8 Plus 依旧是上下双扬声器，相比于小米 Mix 2上的双扬声器呢，声音浑厚了很多，下潜更深，动态范围呢也更广，关键是上下扬声器的音量是一样大的，一听就是优等货啊。这个手机的闪光灯啊，这个手电筒的一个亮度，8 Plus 和上一代呢几乎是一样的，但是相比于 Mix 2和 S8 Plus 的亮度就要稍逊一筹了。P10 Plus 和1+5的手电筒呢是最暗的啊。这几天网上呢还爆出了部分 iPhone 8的听筒呢会出现噪音，这个噼啪噼啪响的啊，严重呢可能会直接听不清对方讲话。我们手上这台的 iPhone 8 Plus 呢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流量查询请按1，流量包办理请按2。密码及挂失解挂业务，请按3。苹果也承认这只是软件上的问题啊，可能也是批次上的啊，后面也会推送更新来修复。如果你要是实在不放心，可以买了之后现场验一下。人工服务请按0。另外，之前 iPhone 7和 7P 呢，经过检验是有防水性的。这次8和 8P 官方表明是支持 IP67 级别的防水防尘，理论上1米的水深呢可以坚持30分钟。不过这是理论上啊，这个扬声器呢和三星一样，进水之后呢还是需要控干，是防水，但这是防止意外用的，熊孩子们可不要瞎尝试。简单总结，开头苹果说呢，这是新一代的 iPhone， 所以叫了8。不过苹果随便怎么说，消费者对这样的新一代 iPhone 还是不太买账的。从8首发的线下门店遇冷，到囤货的黄牛放假，双跌破首发，连苹果自己的股价都是一路下挫啊。
可能是自知又发了一个 iPhone 6s，所以说干脆跳过了 iPhone 7，直接叫8吧。这个在名字上忽悠一下消费者。但是没想到这次大家都不买账，并且这么的坚决。购买建议上呢，我想这一次的果粉呢，如果不是资金问题，应该还是都在等着 iPhone 10。如果你之前没有入手过 iPhone， 那现在这个8代呢是一个不错的一步到位的选择啊。这个成熟、性能、拍照呢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你之前有 6S 或者说7或者说更早的 iPhone， 对于这套系统的体验什么的都非常了解，那么现在入手 iPhone 7P 是比较合适的。7代的用户呢，在我看来呢就没有什么更换的必要了。这次的 iPhone 8与 iPhone 8 Plus 在国内遇冷呢，其实主要还是就是 ID 没有改变嘛。虽然说增加了新的颜色，但是 iPhone 在国内呢还是有一个品牌属性，这个意向在那儿呢，就是我要拿一个不一样的 iPhone， 我要拿一个最新的 iPhone， 但是这一次还是基于 iPhone 6S 那一代机型做的一个深入的延伸，市场遇冷也在预料之内。但是还有一个更不好的消息，那就是即便是下一代，咱们不说叫 iPhone 9或者说 iPhone 这个 8S 啊，它的 ID 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iPhone 10的屏占比，还有就是 ID 设计做的那么酷炫，它必然要与它的次旗舰拉开一定的差距。如果要是下一代的 iPhone 8在外观 ID 上有什么提升的话，再加上 iPhone 10的售价那么高，大家可能的注意力全部又变到 iPhone 8S 或者是 iPhone 9的身上去了。所以我判断下一代的 iPhone 次旗舰 ID 上面应该还是这个 iPhone 6s。OK， 这一次的 iPhone 8 Plus 的全面测评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可说的点呢，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基本上已经把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体验感受呢，全都告诉你了，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吧。还是再跟大家说一句，国庆节快乐，这个中秋节快乐啊！ OK， 这期的活动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双平台进行啊。转发本期视频的置顶微博，随便艾特你几个好友，我们将会抽出一个小伙伴，送出小米的颜值最好看的蓝牙音箱一个，还有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iPhone 8的用户，我们也会抽出一个，在微信公众号的头条文章会公布名单。最重要的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的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儿等你。OK，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本来是中秋节了嘛，然后我们想送给大家一些月饼的。这个不过呢，我个人呢不太爱吃月饼，而且我们这些月饼呢也都是别人送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目前我们这个有的一些月饼，这个是大疆送的一个月饼，因为之前我帮大疆做过很多的这个未发布产品的这个体验，然后给了他们很多建议吧，然后大疆送我的，然后。这个大疆的月饼呢是最好的，是这个香港的美心的这个双黄吧，就是有蛋黄的这个月饼。然后这个月饼呢是我忘了是谁了啊，紫薯莲蓉馅的月饼。我不知道大家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啊？这还有什么这个玫瑰什么的月饼啊？我们来尝一尝，尝一尝这个玫瑰的。给你吃一口，不好吃，真的不好吃。酸奶蔓越莓，这谁送的呢？桂圆红枣，啊，这是斗鱼的。这个上次去参加一下斗鱼的活动，然后这是斗鱼送的桂圆红枣。来尝尝这个，怎么都这么腻啊？这月饼不行，这个上品五仁，滚出！我这就不拆了，我尝一口肯定是滚出月饼圈儿。就到这儿，然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然后中秋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也会有视频给大家更新。哇，这个月饼真的是太腻了，太甜了。